调和合适。这茶叶是南方贡品，泡茶的水是去年腊月存的梅花雪水，刚刚从冰窖里取出来的。这么好的茶叶被你这头牛饮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你想问什么？昨日你可有什么收获？没有。你与那夏进时共度了一夜，怎么可能一无所获？你说什么呢？哼，不是共度一夜，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处了一夜，还一无所获。莫非只顾着沉醉在温柔乡中吗？你是何时知道的？什么？你是何时知道，当初是夏静时射杀的我？你之前百般阻挠，应当也是因为这个。看来你已经知道了。放心，比你早不了多少。之前不过是一时没机会告诉你罢了。这种事情我没必要瞒你，巴不得你早点知道，好让我看你的笑话。你还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你说，你既是夏进时的股肱之臣，又是平陵一战的大功臣，他为何要杀你？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，我也很想知道。不如你去问问他。我猜定是你知道了一些你不该知道的事情，他是迫于无奈，才不得不对你痛下杀手。既然你是值得托付的合作者，那我就跟你说一说。你们肃杀在攻打平陵城的前一日，夏静时临时更改了作战计划。在更改计划之前，他收到了一份秘密军报。你之前不是说过吗？你们肃杀有人通敌，应当便是这个事情。好，军报之事交给我来查。平陵之战结束当晚，有一个客商在营帐中见了夏静时，我当时应该也在营帐中，可是他们所谈之事我却不记得了。但我猜测，那个客商与夏静时所谈之事，便是他要杀我的理由。你不要这样看着我，我并没有对你隐瞒什么。我真的不记得那个人是谁了，也不记得他们所谈之事。我留在夏静时的身边，就是想要查清真相。你也知道的，逼问肯定是问不出来的，而且夏静时也绝对不会说。所以，这或许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你自己注意安全，我会派人在外保护你。不必麻烦了，我与你说这些，便是想要告诉你，我既答应了与你合作，就绝对不会食言。该我做的，我一定会做到。至于你，我也会做好我该做的。那就好。我不能出来太久，夏静时会疑心。等等，把这个带上。这是什么？是本皇子的慈悲之心。云放，送他回去。不必了，安全起见，这几日你最好不要来找我。殿下，我怎么觉得您对伊少姑娘好像很在意似的？我在意她？我在意她又怎么了？她是我府上的人，我难道不该在意吗？殿下，陛下召见您。纷纷旧梦灼烧心痕，梦沉沦，念你掌心余温盼，黄昏深爱慕孙生根植一瞬人离恨。你要如何处置萧魏然？人是我抓的，要怎么处置与你无关。当然与我有关，他是我的兄弟，我要放他走，你为何要抓他？人关在哪儿？安牢吗？既然人在我手里，就让我去解决吧。我才是当事人，
他要杀的人是我，自然由我来解决。放开！你应当知道，是问不出来结果的。我当然知道问不出来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可是他是我的兄弟啊，你能理解这种心情吗？如果是云放呢？今天换作是云放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就是想要当面问问他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他跟我说过，我们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我们一起从死人堆里爬起来，流过血，杀过敌。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从何时开始，我们就变成今天这样。吴一笑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他说的也许是对的，但那也是从前，你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傅一笑。而他萧蔚然不过是一个满口谎言、对你充满恶意的人，你又何必去在意他？其实换个方式想，你已经比很多人都幸运了。至少你信任的人背叛你的时候，你已经忘记他们了，不是吗？你是在安慰我吗？或许是吧。谢谢你的好意，可你安慰人的方式还真糟糕。件事都会顾及你，我也不会再让任何人伤你一分毫。锦绣三杰果真名不虚传，对自己人都下得去手。你说这人若是真做到了无情无义，那和畜生有什么区别？我做了什么，自有王爷惩治。眼下两国和亲在即，你们将我困于此处，不日王爷便会知道。你们就不怕坏了大局吗？你的生死影响不了大局。锦绣暗卫混入我肃杀玉京城，劫烧商船，4级行刺殿下一事，这笔账我们还没跟你算呢。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弄来了整整1船的火，想必玉京城内定是有人暗中相助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承认没关系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你们别想从我嘴里撬出一个字。知道你是硬骨头，我们殿下说，对你求而不审，困而不杀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到底什么意思？按我交代你的说了。他什么反应？看来劫烧商船一事与他脱不了干系。哼，这就对了。锦绣暗卫除了夏进时，也只有他能调动。殿下，两国和亲在即，怎么把萧蔚然抓了？夏令时那边会不会拿此事大做文章呀？大做文章只会阻碍和亲，这不是他想看到的。那他就不怕萧蔚然被迫招供？他知道萧蔚然不会招供，我们也并不需要他招供。那我就更想不明白了。殿下，你明明知道他什么也不会说，却还是将他囚禁于此。殿下，您是想逼他有这自尽？
我们问不出来，不代表别人问不出来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们可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呀！我萧蔚然，我傅一笑，我宁飞，从今日起加入镇南军，誓死效忠王爷。一笑呢？他在哪儿？他很安全。魏然呢？他是不是也在你们这儿？他蓄意谋害一笑，被我关起来。你别胡说八道了！我不管你耍什么花样，你今天必须把人给我交出来，不然我就把……不然什么？我看你除了口出狂言，空有一身蛮力，也没什么其他用处。怪不得连你自己的兄弟也要将你玩弄于股掌。你说什么呢？这个腰牌，你应当认识吧？你怎会有此物？这是从傅一笑坠崖的那片山林中，刺客的尸身上找到的。刺客？傅一笑坠崖之后遭遇了刺客，怎么，你不知情？你胡说！一笑是师祖坠崖。你听谁说的？有人亲眼所见，王爷还有魏人，我凭什么告诉你呢？他身手那么好，怎会失足？他也许是喝多了。我看夏静时是把你养在身边解闷的吧？你，傅一笑肩膀上的伤，是被人在5步之内射中的，他毫无防备，说明射箭者是他信任的人。后来我在正念山中遇到他，将他带回玉京，一路上锦绣安危伺机而动，并且他们知道在玉京城动不了手，所以才会拿那几个孩子来要挟他，逼他现身。这些你都没想过吗？而这个锦绣暗卫有谁能调动？这个不用我说，你应该也清楚。风随哥，你莫要以为你耍些伎俩我就会信你。不信你可以去问一笑。问就问。一笑，一笑，一笑，你回答我！一笑，你在哪儿啊？一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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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就好。你怎么了，一笑？你说话呀，一笑！凤随哥方才跟我说魏然要害你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不能信凤随哥的话，定是他在其中挑拨离间。一笑，你不能待在这儿，走，我们找王爷去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回去吧。一笑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！凤随哥说的不是真的，这其中定有误会。一笑，我会找王爷问清楚，我定会问清楚。外臣薛燕参见陛下。
不必多礼。此乃我朝准备的聘礼清单，还请陛下过目。贵国圣地让镇南王长留肃杀，可见维系两国太平之诚意。朕也会竭力增进两国邦交，日后肃杀与锦绣为兄弟之国，再无硝烟战乱。圣心仁厚，天下黎民之福。朕已让礼部纳征请期，10日后的15便是良辰吉日。镇南王与夕阳便在10日后完婚，李官看如何啊？一切全凭陛下做主。夕阳，夕阳见过皇兄。今日天晴云稀，正是赏花的好时候。我听闻锦绣的聘礼已到，父皇下旨10日后便让你和夏进士完婚。怎么，这都要大婚了，还有心思想着见我？皇兄，这是在埋怨夕阳？随口一提罢了。怎么现在连个玩笑都不能开了？何事闷闷不乐？我不知该不该跟皇兄说。你我兄妹之间有何事不能说的？皇兄既已同意我嫁给镇南王，夕阳心中感激。可这话本不该我说，我也不能说。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问清楚，皇兄为何要这么做？你说的可是让他入赘一事。既能留在自己亲人身边，又能和喜欢的人成婚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结果？可他毕竟是锦绣的镇南王啊！此次和亲既是国与国之间的大事，也是我和他之间的良缘。我本以为今后的日子可以陪他看尽天地广袤，体味人生百态，肆意纵情。可没成想，他却因我被困于囚笼。那你想如何？还他自由，让我和他一同回锦绣。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皇兄，你知道当初我听到你同意我嫁给他，我那时心里有多高兴吗？我的皇兄是在意我的，体谅我的，是因为这样，你才会答应我嫁给你的仇敌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件事情的背后竟然还藏有你的计谋。我是你的皇妹，同父同母的皇妹，你怎么能连我的大婚都要利用啊？他可是要陪我一生的人啊！这个世上只有他会一生一世陪在我的身边，你让我将来如何面对他，如何解释呢？皇兄，这件事你做得太让我失望了。镇南王，按我朝礼制，大婚之前便麻烦镇南王要暂居别院了。你们6个在大门口守着。是。你们4个在后面守着。是。剩下的到府内各处巡视。是。陛下担忧镇南王和公主的安危，特派御林军日夜守护。镇南王，您就踏踏实实、安安稳稳的在别院住下吧。
庄相大人还说，镇南王莫要因此而烦扰，要以大婚为重。大婚之后，一切或许自有变数。我是你的皇妹，同父同母的皇妹，你怎么能连我的大婚都要利用？他可是要陪我一生的人啊！这个世上只有他会一生一世陪在我的身边，你让我将来如何面对他，如何解释呢？皇兄，这件事你做得太让我失望。殿下，何事？夏京石已经搬进皇家别院了，这小子他打死也想不到，殿下您会设法把他扣留在肃杀，估计就连庄夏那老狐狸都毫无办法。刺杀一校的人找到没有？身份确认了，是北关副将荀祥。眼下荀祥应该已经逃出玉京城外了。您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抓了，跑不了。殿下，就这事儿我想不明白啊！你说荀祥，他为什么要杀小姑娘啊？没理由啊！他是受人指使，荀家早年间受了庄后的恩情，此事恐怕与庄家人脱不开干系。那就是皇后要派人杀一小姑娘，为了庄相。庄相授意皇后这么做的。眼下先不用问这么多，抓到荀祥便清楚了。要活的。明白。和亲已成定局，你为何要多此一举？我只是替夕阳清除障碍罢了。那个锦绣女将与夏进时经历生死，恐怕早已情投意合。区区一个女将而已，难道夏进时以后还没几个妾室了？可是依我来看，那女子不除，早晚必成祸患。她现在就在玉京城，我怎么能放掉这个机会呢？你贸然行事，一旦凤随哥察觉什么，只会把火烧到我身上。父亲大可不必担心，那荀祥是夏氏17营出身，根本没有人会在意到他，万不能与父亲扯上任何关系。你做任何事都会与我有关，此事罢了，莫再轻举妄动。怎么，想一剑贯穿夏进时的胸膛？锦绣女将有仇必报，看来不假。你抓了萧蔚然，又将一切告诉了宁妃，杀人诛心，好狠的手段。我锦绣3杰的情谊，竟也沦为你的掌中玩物。若不这么做，又怎能问出？你若有更好的办法，我也可以听你的。松手！我让你松手！亲者痛，仇者快的事情，你何必要做？我的事情不用你管，偏要管！我让你松开！雨纷纷，秋梦灼烧心。自从坠崖之后，我活着只为2件事：查出何人要杀我，又为何要杀我。我为了报仇雪恨，所以才答应同你合作。如今还差一件，夏静时为何要杀我？待我答应你的事做完之后，你我便恩怨两清。我懂你现在的感受，众叛亲离的滋味确实不好受。没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是不会懂的，不要说的这么轻巧。你知道为何我和我父皇的关系疏远吗？
早年间我母后被人害死，他不闻不问，不仅改立了新后，还下旨不许任何人再提起我母后，甚至还逼我认贼作母。还有自我出生起就陪在我身边的老嬷嬷，为了向敌人投诚，趁我睡时想把我活活烧死。教我剑术的太傅，他们都利用我的信任，千方百计的想要置我于死地。这应当就是所谓的众叛亲离了吧？可惜我命大，活下来了。堂堂肃杀大皇子，身份尊贵，又有雷霆手段，没想到，并不是旁人想象的那样风光。所以活着，才是最重要的。为何与我说这些？或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。手给我。做我的心脏，对着天地做我的翅膀。若命运不仁，也莫怪我轻狂。方才不是有意伤你，要怪只怪你多管闲事，自不量力。你怎么道歉都这么硬气啊？道歉？你想多了。为了被谁安放，曾锐不可当，今却被你牵肠。哎，喂，你到底喝了多少？我这里是医馆，又不是驿馆。你宁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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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宁妃。或许是萧蔚然一事的刺激，我这2日陆陆续续的想起了一些小时候的事。我们3个都是孤儿，从小一起流浪，相依为命，后来被人带到了死尸营。我记得那时候被关在牢房，没吃没喝，又冻又饿，无比绝望。是魏然和聂飞冒死偷了个烤红薯，藏在身上带给我吃。一笑，还好我藏在衣服里，没叫人发现，还是热的，你快吃吧。对，你快吃了吧。我们不饿。我没事，你们吃吧。你快吃了吧，吃吧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多吃点。没有他们，我活不到今天。那又如何？过去的已然过去，人心易变。这世上事本就无时无刻不在变化，人心更是难测。曾几何时，我们还是仇敌，如今不也共坐一席？过去的事，真的可以过去吗？难道你不想报仇？你都做不到，还来劝我？很快你就会看到一场好戏，到时可要来观摩。
不敢面对，谈何放下？别看了，你们都出去。听话，先出去。真的？你们怎么知道要去正念山庄找师傅？是魏然哥哥，他说师傅被坏人带走了，受了伤，或许在正念山庄养伤。何时？你们临走时，魏然哥哥告诉我的。哎，你别动，你伤我还没缝好呢。宁飞哥哥，宁飞哥哥，哎，这让上次我们毕业看到，你这个傻子，你不要命了？殿下，宁妃来了。他怎么又来了？殿下，这次他要干什么？他是为了萧巍然而来。这小子终于开窍了。人就在里面，有什么话抓紧说。宁妃，你怎么来了？外面怎么样？你说话呀！王爷是不是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？我没见到王爷。风随哥让你来的。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。一小坠崖那日，你说有人亲眼目睹，那人姓沈名谁？我明白了，一切都是你的计划。你让我把巡防的士兵都……你别住口！杀了你！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杀一笑？回答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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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宁妃，我问你，若是王爷下令杀一笑，你杀还是不杀？一面是锦绣的大义，是军令如山；一面是兄弟情谊。你要怎么说？身为将士，当为国尽忠；身为臣子，当为主君尽力。宁妃，我不想让你知道这一切，是不想让你承受这份窒息之痛。我对不起一笑，我背弃起义。我死了该下地狱，这是我的报应。可你什么也不知道，这一切本就都与你无关。一笑。
微然说的没错，身为臣子，应当为君主效力。若换作是我，或许我也会很为难。既如此，以后我们就别再为难彼此了。兄弟一场，我们3人一起长大，浴血奋战，彼此守护。曾经的情谊是真的，这就够了。忘了告诉你们，你们从小把最珍贵的红薯给我吃，其实我一点都不爱吃。我是怕你们伤心，我才不得不吃的。现在正好，以后再也不用吃了。从今往后，锦绣3级，形同陌路，刀锋剑血，恩断义绝。一休，别！锦绣大业与我傅一笑再也没有任何的干系。无论他下境时为何要杀我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，我定不会让他得逞。我会让他付出代价。一笑，你站住！你别胡说八道。什么恩断义绝？你要与谁恩断义绝？魏然他错了，他知道错了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一笑，你别说这种气话。一笑，你站住！定是王爷逼他的。魏然他对听王爷的话，这定不是他自己的意愿。你不要再说了。我明白，做错事要付出代价，不是1、2句道歉可以解过的。这样，我去捅他2刀，我替你出气。你以为我想这样吗？我也不想这样。算了吧，宁妃，没用的，回不去了。我们谁都回不去了。他不是我们认识的萧蔚然了，我也不再是从前的一笑了。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那我们以后怎么办？一笑，我们说好的以后。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一笑，宁妃，宁妃，你怎么了？宁妃，宁妃。殿下，他们3人的对话我都记录在册，一字一句，未曾有半点纰漏。基本上验证了一笑姑娘先前所说，平陵一战之后，夏正时与我肃杀众人在营中密谋，许是被一笑姑娘听到了些什么，跟夏敬时起了冲突。具体是什么事，我们还无从得知。那萧蔚然，我们还继续关押吗？关着，等夏敬时来要人。是。对了，殿下。宁妃先前对付寻祥的时候受了重伤，刚刚在狱中受了刺激，晕了过去。现在一笑姑娘已经送她去林少庄主那儿救治。她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看她伤口溃烂，应是中了剧毒，就是不知道林少庄主有没有回天之术。
这么晚了要去哪儿？现在去见夏进时，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。我听说宁妃重伤濒死，就料到你定会一怒之下去找夏进时理论。我今日来不为别的，就是想劝你。谢谢你替我考虑，但是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我亲自去面对。你去见他，想好要说什么了？你有把握能从他嘴里问出他要杀你的缘由，还是你觉得他会告诉你真相？不管他说不说真相，我都要看看他作何解释。若不是他的话，我们锦绣三界不会沦落至此。这笔账，我早晚要跟他算清楚。账当然要算。你若想今天就去杀了谢芬，那我可得提醒你，皇家别院是由肃杀御林军把守的。我知道。你就算侥幸杀了他，你也一定会搭上自己的性命。你这么做值得吗？值不值得是我说了算。再说了，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拿值不值得来衡量。你说的对，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上刀山下火海去做。可你若冲动行事，你早就可以这么做了。你忍辱负重到今天，难道不是为了要查明真相吗？属下亲自去了一趟正念堂，宁典尉确实受了很重的伤。王爷，我们要不要把宁典尉接回来？他们三人何时见的面？据巡防营的人说，应是昨天正午前后。萧参军被凤随哥关押在了巡防营的囚室之中，四周全是卫兵，我们的人进不去。一萧有没有来过？没有。你去将这封信交给薛燕，你告诉他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立刻将萧蔚然救出来，必要时可以拿联姻作为筹码。是。夏静时只是派人到正念堂打听了宁妃的情况，除此之外，并没有做任何旁贷。想不到这锦绣镇南王竟如此铁石心肠，怎么说宁妃也是他过命的兄弟。现在人已经快不行了，他竟然弃之不顾。殿下，他就不怕寒了将士们的心吗？我让你把宁妃的消息透露给夏进时，不是为了看他对手下是如何无情的。那殿下是想，大婚之前，锦绣的典韦死在肃杀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都有可能会破坏两国和亲。而夏进时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处理宁妃之事，说明他也不想破坏和亲。殿下的意思是，两国和亲也是他的阴谋？不，提出和亲的并不是夏进时，而是锦绣圣地夏敬言。夏进时最多也只是利用了这次和亲。那他到底想做什么呢？傅一笑。夏进时此番来和亲的目的，还是为了带走傅一笑。姐姐，你别擦了，你都一晚上没合眼了，去睡会儿吧。他怎么样了？我刚给他扎完针，毒血也排出来些。那他还能醒过来吗？他能挺过昨晚一时不宜，我都好几次摸不到他的脉搏。姐姐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都是我医术不精，都怪我。你别这么说，你已经尽力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怀疑他的，我一早就应该判断出这件事情与他无关，不该把他牵扯进来。
更不该说那些决绝的话。要杀我的人是萧蔚然，是夏静时。自始至终，他都没有做错什么。他小的时候经常说，想有个家，我们锦绣3杰，得去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，有个房子一起养老，晒晒太阳，种种花，不再打打杀杀。房子不用太大，但是得有个家。我不知道我还能为他做些什么。有了这个，也算是有了。是我大意了，千算万算没算到你会选在这个时候去见夏静时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看来还真是逃不出你的手掌心。他怎么你了？你跟他动手了？没事儿。你回答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真没事，你别着急，该跟你说的，我自然会跟你说。我是为你好，你知道你刚刚要是被御林军抓住，会是什么后果吗？摘下斜阳做我的心脏，对着天地做我的翅膀。若命运不忍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哪怕是要破坏涟漪，我也要冲进去救你。绝佳风你与烽烟长啸。做噩梦了。出了这么多汗，我去帮你把蜡烛点起来。别，不必麻烦了。有了光，什么魑魅魍魉都会烟消云散的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怕你做噩梦。你不问我梦见什么了？猜得到。那些梦一点都不可怕，那里面我看不见颜色，所以我知道那一定是梦。我记得我当时是从夏静时那里出来。你大概是太累了。你从夏静时那儿一出来，就倒头睡着了。
睡着了？可不是，还真是不挑地方，大街上都能睡着。当时可把他们吓坏了，但我说没事，应该是你太累了吧？就是太累了。天还没亮，你继续睡会儿，我在门口守着，你大可以安心的睡。这些蜡烛我都给你留着。不必了，我现在没事了，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。风随哥，谢谢你。谁让你刺激他了？那些都是寻常治癔症的法子。他头有外伤，颅内有淤堵，一旦受到刺激或者情绪失控，就会导致他淤堵之处如洪水决堤。他之所以做噩梦，就是因为他受到了过度的刺激。你要想让他平平安安的活下去，就远离那些是是非非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怎么，我还能害你不成？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？是什么药，也总归不会是毒药吧？你不说清楚，我就不去。哎，昨夜起了风，我看今日乌云蔽日，担心一会儿下雨把药田给泡坏了，就想去看看。这一路上太长了，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嘛。堂堂肃杀大皇子，竟然还有种田这等闲情逸致啊！巧了，正好我也想去看看。这，你接下来如何打算啊？什么打算？既离开了夏进时，你便不再是锦绣女将，而我给你府中侍妾的身份又显得太过轻佻。你有没有想过投靠我？投靠你，有什么好处？好处？正式成为我的人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都有我护着你，一定能安然无恙。我知道，你是想打听夏静时到底跟我说了什么，你大可以直言不讳，不必绕弯子。那日在营帐中与夏静时见面的是一个戴面具的人，夏静时叫他孟俊然，无论我如何逼问，夏静时也不肯说出他的身份。之前的平陵一战，他们的计划是将你引入城内，以数十万百姓为盾，将你的凤子营坑杀殆尽。以百姓为盾？你若当时攻破镇南关，攻入了平陵城，你会屠杀百姓吗？当然不会。那若是百姓之中混入了弓弩手，要置你于死地呢？在分不清敌人和百姓的情况下，你又会怎么做？只能都杀了。如此，你便成了屠杀平陵城数十万百姓的真凶。即便你侥幸不死，回到肃杀之后便会声名狼藉，你就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杀人狂魔。好计策！看来若非当日我中了你那一箭，我才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对了，多谢你送我的金丝软甲，护了我一命。可是你自己为何不用？我的本事用不着传。嗯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这么狂妄，遇到你不还是吃瘪了？我可没这么想，是你这么说的。因祸得福嘛。去。
谁家呀？是我家。倒是和我在镇南关的家挺像的，看样子你也住不惯大宅子。那是我母后的簪子。你说的是肃杀的那位前皇后？嗯，这里是我母亲的私宅。她年轻的时候，经常领兵南征北战，每次打完仗回来不想回宫的时候，都会来到这里住上一段日子，好躲开那些约束。想不到肃杀先皇后是如此性情中人。我母亲一直向往自由洒脱的日子，要不是为了我父皇，她是绝不会将自己置身于皇城的围墙之中。那，你也在这儿住过？幼时经常随我母亲住在这儿。这里没有宫规礼制，逍遥快活。平日我母亲就带着我们在这里种种药，养养花。偶尔我父皇来了，他就带着我和夕阳去小溪里面捉捉鱼。给你抱抱。这个地方除了我们一家4口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的模样。如今有你。谁要抓你？为何杀你？这2个问题你已经有答案了。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我们的合作也该到此为止了。我说过，你如果想走，我绝不强留。你带我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？是。也不是。那到底是什么？
别支支吾吾的，有话直说。夏进时他不管是什么计划，他都只是针对于肃杀，针对于我，与你没有关系。你如果愿意，我可以找一处好山好水之地供你生活，你把那几个孩子也带上。你不打算让我帮你找出那个戴面具的人了？没有你，我也有办法找到他。凤随哥，今天的你倒让我觉得有些陌生了。你突然关心起我来，让我有些害怕。你是有什么目的？我能有什么目的啊？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凤随哥，从你把我抓回来那天起，我就想告诉你，尽管你占尽天时地利，看似胜券在握，但是你终究是斗不过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永远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哇，这有条好大的鱼啊！摘下斜阳做我的心脏，对着天地做我的翅膀。若命运不忍，也莫怪我轻狂。以为此生如孤帆流浪，却恰逢你与烽烟长相。仿若一他之所以做噩梦，就是因为他受到了过度的刺激。你要想让他平平安安的活下去，就远离那些是是非非。幽光斩尽沙场，为了被谁安放？曾锐不可当，今却被你牵肠，朝思暮想。殿下，找到寻祥了，陆柯在盯着。知道了，待他醒来，送到回府，务必要小心些。是。
你打算杀人的时候，想过自己的女儿吗？你是打算束手就擒，还是要让我拿了你全家上下来陪你？谢谢。殿下，这荀家是皇后的远亲，咱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张扬了？傅义孝是我凤随哥的人，我要让整个玉京城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，谁敢打他的主意，我就杀谁。臣前来，是有要事要与陛下禀告。近来居然有人敢行刺我府中之人，如今此人已经抓到了，就在殿外。莫非刑部大理寺都关门了？有人行刺，你只管找他们去，把刺客带到宫里来，算什么？皆因此人身份特殊，臣无权处置，还请陛下评判。陆柯，跪下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这是荀家那孩子？是，陛下对皇后娘娘家的亲戚记得很清楚。你的意思是，此人行刺你府上的人与皇后有关？陛下圣明，一切是非曲直，但凭陛下决断。这里有你说的线索？当然没有。你是故意骗我过来的？平陵城有一个子安湖，我以前心情不好，有烦心事儿的时候呢，除了去练剑，就找一条船。躺在船上，任由这船在水面上飘呀飘，飘着飘着，烦心事儿就都飘走了。你想起以前的事情了？断断续续想起不少。愣着干什么？快过来啊！今天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父皇真让人取代了你祭祖的位置。那些我根本不在乎。其实你更在意你母亲的死，对吗？你母亲是怎么离开的？你若不想说，可以不说。15年前，庄慎父女抓了几个锦绣细作，这些人居然招供说我母后也是锦绣细作。这时他的贴身宫女也站出来指证他，说他曾经私下暗会锦绣人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他。这是皇后娘娘的信。是，这确是皇后娘娘通敌的信件。后来我母后离世，那几名锦绣细作在牢中自尽，她的贴身宫女没过多久也病死了。是庄慎和庄后动的手脚。他们很谨慎，把所有证据都销毁了。可我知道，一定就是他们。你说是那便是了。虽然我现在的手伤还未彻底痊愈，但是50步之内仍然可以剑无虚发。若你需要，我可以替你取庄慎他们父女的性命来。你若现在杀了他们，我母后就无法沉冤昭雪了。那你之前说你身边的伴读、老嬷嬷等，他们都利用你的信任想要害你，这跟庄氏父女应该也脱不了干系吧？是啊，他们想要斩草除根，
但我岂会如了他们的愿？我14岁时偷偷离开皇宫，隐姓埋名加入军队。那几年还真是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。以后我护着你，保证谁也不能伤你。雨纷纷，旧梦灼烧心痕，暮沉沦，念你正细雨轮盘，黄昏，深爱。怎么了？这么看着我干嘛？还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要护着我。之前你也是因为我才和你父皇闹掰的，我可不喜欢欠人家的。以后只要我在你府上一日，就由我来负责保护。爹，还在看文书啊？您都已经回到玉京城了，何必操心那些军务？还真以为自己身体正值壮年，您那药渣身子不要了。爹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军中事情无论大小，必须要做到今日之事今日毕，不然的话，这边关安危出现了问题，爹怎么对得起陛下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信任和依赖呀？陛下要真依赖你，才不会派您去西北。臭小子，瞎嘀咕什么呢？啊！我是替您不值。想当年您跟陛下一起打仗，落下一身伤病，陛下明明知道，为何还要将您派往那个西北苦寒之地啊？哪次回来您不得躺个10天半个月的？要我说，您还不如早点告老致仕。哼，你懂什么？咱们为人臣子的，就要做到战死边关，马革裹尸，这样才对得起陛下给了咱们这些高官厚禄啊！是。今日爹进宫面圣，陛下跟我说，我想不想调回京城来？真的？爹拒绝了。就像你说的，这西北边关乃是苦寒之地，这朝中的大臣没人想去驻守。可正因为如此，爹就要留在西北边关，这样才能够为陛下分忧啊。是爹，您说的都对。还有啊，陛下跟我说了，要好好的磨练磨练你，要趁着这次公主大婚的时机，暂时把御林军统帅的职位交给你，让你负责京城的治安。统领御林军？爹，您不会答应了吧？哼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怎么这么多人放河灯啊？公主大婚，百姓们都想沾沾皇室的喜气，所以在这儿放河灯祈福。那你有什么心愿？说出来，我可以帮你实现。愿身侧相伴之人白头偕老，此生平安喜乐。我的心愿和这上面写的一样。是什么？反正就是对你的心愿。到底什么心愿嘛？我看看。哎，这么小气还不给看？我的心愿就是什么？我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安喜乐。仅此而已。平安喜乐，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？是很重要。
那你呢？你有什么心愿？我的心愿跟你一样。那河灯上的也是我的心愿。你是说？愿你平安喜乐。仅此而已。对啊，方才你不是说了吗？平安才是最重要的。不是你，没什么。凤随哥，你听好了，以后再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情，不要一个人躲在那个阴暗的祠堂里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途经的年少，一瞬因你一笑而语，花香四方。这2日我已经不做噩梦了，不用再摆这些鲜花了。我只是摆些花束熏熏屋子罢了。有闲钱买花熏屋子，倒不如留着改善你府上的伙食。每日清汤寡水的，也不像是一个大皇子。军饷紧张，只能从本皇子这儿扣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让厨房给你做。不用麻烦，我可没有那么娇气。殿下。殿下，宫里边派人传来消息了，今日二皇子在朝前为殿下说话，差点惹怒了陛下。后来是一众老臣劝说，他才接受了压线之职。待日后城阳知晓我与他母后和祖父之间的仇怨，他又会如何想呢？别想那么多，凡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，只要问心无愧就好了。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些关于孟俊然的线索。在坠崖之前，我曾听他说给夏静时运送了一批白银。你答应的那批军饷，什么时候才能送到？昨日10万两白银已经由荣通镖局负责押送上。而押送这批白银的是玉京城的荣通镖局。这镖局我知道，他这镖局他什么镖都敢接，在玉京城名气还不小呢。去查一查，看看是谁通过荣通镖局给夏进时送镖。是。王爷，凤随哥明日会去参加祭祖大典，我会借此机会与无影见上。设法通知我，不要被任何人发现。是。殿下，您看这个，我计算着时间打听了一下，一笑姑娘坠崖之前，确实有人找过荣通镖局，说是押送一批货物到锦绣的平陵城，就是这女的。我根据东家的描绘找人画了这个画像，就是时间太久了，这东家只记个大概。说是这女的好像出手还挺大方的，只是不让人打探她的身份啊。说到了平陵城之后，自然有人接收货物。这女子定跟那孟俊然有关系，多派些人手，但凡跟这个画像有一分相像的，都给我查一遍。是。殿下，小侯爷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我是不想来的，但我听我爹说你倒了霉，所以来看看你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家老侯爷还能指使得动你？想我了就直说，还拿你家老侯爷当遮掩。昨晚本打算陪你喝一顿，可临出门前突然得知陛下要我当什么御林军统领，当时就不想见你们这些朝堂中人，还害得我一整晚都没睡个安稳觉。这不要我命吗？陛下，陛下为何突然让你统领御林军？那谁知道？说是磨练我，
但你知道你爹，他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能一样吗？比起当官，我更喜欢和府里的美人游山玩水。本想着趁着圣旨还没下来，就赶紧远走高飞，可又一想，我若是当了御林军统领，肯定能帮助你。你可别为我想啊！我知道你最讨厌被人束缚。你可别，你在朝中本就没什么势力，如今陛下又让二皇子在祭祀大典上取代了你，我怎么能把你丢下自己去逍遥？你俩这么你侬我侬的，不如早点去拜堂成亲吧。你吃醋了，你肯定是吃醋了。哎，这画像上的美人是你画的她？我画她？无需遮掩，你画的就是我。画我怎么了？是，我是画了你。怎么样，还喜欢吗？当然喜欢了，夫君亲自为我作画，喜欢的不得了。我真是受够了，我得去洗洗眼睛。走了，别错。在玉京城中，无论是官宦世家还是歌舞画坊，里面的女子他都认识一大半。有他帮忙，我们可以事半功倍。你方才为何不让我跟他说？我只是觉得，此事越少人知道越好。我对他没有敌意，但是我每次见到他都会觉得不舒服，也说不上来为什么。你莫非是真的对他吃醋了？好了，来，以后这些机密之事，只有我们两人知道，我谁也不说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和小侯爷看起来关系很好，从未见过你如此待人。你们俩为何这么好？我和他有过命的交情。小时候我们俩随老侯爷去边关视察，突然遇到了刺客袭击，多亏了他和老侯爷，我才捡回了一条命。怪不得你如此信任他。这家伙应当算是我最好的兄弟了。我们俩之间能为了彼此连命都可以不要。不错，今日是本世子第一天上任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，这所有进出的人都得给我仔细核查再核查，尤其是那个镇南王，但凡他出这个门，你们就都给我看紧点，好好监视他，保护好他的安危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散。本世子可不想晒黑了。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不好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难不成镇南王还能不见了？镇南王确实不见了。对不起啊，哥，我不该替你去做压线的。你说什么呢？皇兄没有不悦，看到你长大了、懂事了，皇兄心里高兴。更何况你为了我不惜去触怒陛下，那就证明皇兄在你心里还是挺重要的。那当然，
那咱们兄弟俩谁去压线不都一样吗？我就是怕那些大臣还有那些百姓们在背后议论皇兄。那就让他们议论，你又没做错什么，你不必感到愧疚。你小子最近是不是又长高了？好像是长高不少啊。随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趁侍卫换班，夏进士从后门溜了。吴影拜见尊上。在敌国，凡事都要谨慎行事，一不留神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你潜伏至今都未被肃杀察觉分毫，做得不错。谢尊上。等大婚之后，我会想办法离开玉京。我不在此地时，就由你带人和肃杀进行配合。拿着这个，去五方后巷解毒。尊上，我等为何要为那肃杀人卖命？属下失言了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看个人都看不出，如若世子怪罪下来，挨个领罚。还有你们，我第一天上任让我没面子，还有你。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本王去哪儿，用不着跟你汇报。你方才见了何人？府上憋闷，出去走走。但我来肃杀是为了和亲的，不是为质。大皇子好像没有资格限制我的自由吧？我是在关心你，万一你一不留神，死在了外面哪条街上，可就不好了。你威胁我？嗯。威胁